在团结时讲第一场，赖清德说以卫之意是台人保台，跟大陆没关系。我们的祖先是非常勇敢的，清帝国把台澎割让给日本的时候，当时的官员在台湾的官员唐景崧建立台湾民主，他自任大总统，但是2礼拜他们就回中国大陆了，那台湾人就留下来奋战。那台湾人民为了保乡卫国，能持续抵抗，但是没有政府，没有军队哦。台湾人结构造太多，都干拼干拼那就对了。赖清德的这套说法，好像他自己很相信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130年前，以卫之意跟日本人血战的台湾军民，包括留台的3万多湘淮闽粤及大清军队，在台湾招募的义军等，战斗的目的是想办法保住台湾，不做日本人。不仅仅是在台军民联合抗日，还有一些在大陆的勇士渡海来到台湾打日本人。其中有一位名叫义顺鼎，他曾2次逆行台湾，投身以卫之战。义顺鼎是湖南汉寿人，他的父亲当过多个省的省长，小时候僧格林沁就赞他是神童，5岁能作对，长大后诗文才气全国有名。甲午战争爆发，在家为母亲守孝的义顺鼎怀着报国热忱，投笔从戎，做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。马关条约割台湾，义顺鼎极为愤慨，冒死赴京向朝廷上书，痛核李鸿章的误国之罪。义顺鼎听到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，拟率军死守宝岛的消息后，决心赴台湾参加战斗。义顺鼎抵达厦门时，台北已经沦陷，唐景崧化妆成平民逃回内地，他只好留居厦门，继续打听台湾的消息。当得知前黑旗军主帅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战斗时，他不顾刘坤一的劝阻，乘英国轮船在夜色中渡海，穿着校服来到台南。当时基隆、台北早已丢失，丘逢甲也已内渡。这时，居然有一位道台大人义顺鼎从大陆渡海而来，对刘永福和坚持抗日的台湾军民无疑是巨大鼓舞。困难当头，义顺鼎被派回内地筹措军饷、军械。他先后到达南京、武汉，求助于张之洞等。因为当时屈辱条约已经生效，清廷台面上不敢再支持武装抗日，地方大员也不敢公然违命。义顺鼎求援效果不佳，于是他利用各种渠道，只筹集了不到1万两白银，带到台南。彼时，抗日军民遭到了日本禁卫军降维打击，难逃败局。一时间传说义顺鼎已在台湾殉难，好朋友还痛撰挽联哀悼他。后来张之洞得知义顺鼎并没有死，便数次函电催促他返回内地。义顺鼎不得已于1895年8月10日离开台湾，返回厦门。今天，作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赖清德可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，但他还知道自己有祖先，赞美祖先很勇敢。不过，祖宗们可能会气得七窍生烟，因为他在借祖先的名义反对祖宗们流血所捍卫的东西。其实，台湾人的祖宗大都是义不从倭，拥戴圣亲，誓死不做日本人的中国人。